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终极的任何交易者或投资者的目标都是在交易中实现持续的盈利市场。成功的交易策略是确保您继续前进的指南和跟踪您前往理想目的地的旅程。在本集中，我们将向您展示一种高级 ICT 交易策略，它将为您提供市场领先地位所需的优势和洞察力。并且该策略将指导您如何进入和退出市场交易，以提高盈利能力并降低风险的方式。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按赞。因此，在我们详细介绍该策略之前，您需要了解这些主题的定义和应用。我们已经充分解释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除了 ABC 模式以外，在前几集。如果您还没有看之前的2集和充分了解这些重要主题，请通过我们的频道并观看我们的以前的视频。在此视频的说明中有链接，但让我们对该视频中的每一项进行简要说明。让我们从 ABC 模式开始。那么，什么是 ABC 模式 ？ABC 形态是由看涨情况下的3个主要价格波动创建的。ABC 形态包含向上的反弹波，那么我们出现向下的看跌回撤，最后出现 C 浪向上。C 浪是流动性扫荡，扫除高点上方积累的流动性。B 浪将包含几个看跌蜡烛，并且不一定显着下行浪。因此，根据我们的策略规则，您应该在15分钟时间范围内寻找这种模式。关键点在于，看跌 ABC 形态仅在 C 浪将流动性扫过 A 浪最高点，且只有一根蜡烛或影线时才有效。并且第2根蜡烛或影线不应形成或收盘高于第1根蜡烛的主体或影线。我们希望看到价格在清扫流动性后，立即将其方向转向相反的方向，并回到高点以下的范围。而且，看涨 ABC 模式仅在 C 浪将流动性扫过 A 浪最低点，且仅有一根蜡烛或影线，且第2根蜡烛或影线形成或收盘价不低于第1根蜡烛的主体或影线时才有效。那么，让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市场结构转变。想象一个具有一系列更高高点和更高低点的趋势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高点和低点是市场结构水平，最近的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是我们监控的。向上突破最后一个更高的高点，表明价格倾向于上涨，我们认为这是结构破坏。相反，如果价格跌破较高的低点，则表明价格想要改变其主要方向，我们认为这是市场惯性改变。关键点是，即使阴影突破前一个结构水平，结构的突破也是有效的，但市场惯性改变，我们肯定需要价格突破并收盘低于先前市场结构水平的蜡烛。想象一下，我们有一个有效的 ABC 模式，即价格通过一根拒绝蜡烛将 C 波的流动性扫过其高点，然后反转至下行，下一步是等待市场惯性改变出现。因此，如果我们放大到较低的水平时间范围，例如1分钟的时间范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结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应该等待市场惯性改变出现。那么，根据我们的策略规则 ，ABC 模式市场惯性改变的有效变化有哪些特征？对我们来说，是有效的特征是当价格突破由席卷 ABC 模式流动性的波浪所创建的结构时，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通过这一微小的波动席卷了流动性。因此，如果价格突破并在该结构下方收盘，那么我们的特征就发生了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然而，这里假设价格在较低的时间创建了这样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特征的市场惯性改变是无效的，因为被破坏的结构不属于席卷流动性并被创建的波浪。在流动性清理之后，为了使特征发生有效的变化，价格必须打破流动性清理运动之前形成的结构。让我们看看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假设价格触及如此高点并从中反转，而没有将流动性扫到高点上方，并且在接下来的价格中推高并形成更高的高点，从而扫除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等待第一个结构被打破，以产生有效的市场惯性改。请注意，我们不能将第一个结构视为市场结构的转变。那么，让我们开始讨论以下主题的公平价值缺口。什么是公平价值缺口？我们如何识别它？公平价值缺口区是由许多低效率下形成，通常发生在交易活动较少且价格仅有单向变动的特定区域。公平价值缺口是价格行为交易中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们代表着注入大量订单的区域。造成低效率市场下 ，FVG 代表了新的交易机会，特别是在与订单块结合使用时，
因为这些区域是极好的区，可能会吸引未来的价格来填补，我们也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入场的目标。那么，让我们看看应该如何识别公平价值缺口。公平价值缺口形成于3根蜡烛序列内，并经常在图表上显示为大蜡烛，其中相邻蜡烛的上下影线未完全重叠其主体，因此公平价值缺口区域是填充蜡烛主体上绘制的影线之间空间的区域。在价格下跌期间，公平价值缺口或流动性缺口是由于缺乏购买压力而造成的。识别公平价值差距的关键间隙只能通过波动上升或波动下降来计算蜡烛及其两侧的蜡烛，其他一切都不是。这些流动性很重要，并且可以作为市场的强势入场者。例如，这里的价格有趋势向下移动，并希望扫除其上方的潜在流动性区域，因此这些区域是价格可能上涨的重要区域。经过测试后，将继续以更大的强度看跌。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基础知识的策略，让我们开始吧。策略的细节，看看我们需要遵循哪些步骤和规则。我们的策略有4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我们需要在15分钟的时间范围内发现有效的 ABC 模式。第二步，我们应该放大到1分钟时间框架，并寻找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第三步，我们需要检测接近市场当前价格的公平价值缺口。第四步，我们应该在1分钟时间框架设置买入或卖出的入场点，而等待价格启动它们。因此，我们获得了如何应用此策略的总体概述。但在将这些步骤尝试到价格图表中之前，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入场点以及如何在此交易中设置止损和获利空间战略。让我们首先解释买入方法，因为您可以看到我们在1分钟的时间范围内出现了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因此在下一步中，我们应该寻找当前价格附近的公平价值缺口。FVG。假设我们在价格附近发现了3个公平价值缺口，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哪一个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回报？交易机会的关键点是最高的公平价值缺口以及最接近流动性扫描区域的公平价值缺口对我们来说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如果我们将订单设置为第一个公平价值缺口，我们显然可能会错过一些交易机会，但它提供了高风险回报率，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有效的公平价值缺口。因此，下一步我们需要将卖出订单放在公平价值缺口的最低点，然后我们应该将止盈幅度设置在 B 浪的最低点，止损必须设置在公平价值缺口第一根蜡烛之上几个点。当价格达到您的1到2个目标时，您已经可以平仓一半了。这样，即使价格上涨并达到您的止损，您仍然不会赔钱。此外，您可以跟踪您的利润，这意味着在看跌情况下，每次价格出现较低高点时，您都应该将止损移动到较低高点的最高点之上几个点。所以，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策略的主要内容、规则、基础知识以及进入和退出点。所以，让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并在实际交易事例中使用它们。所以，我们的图表上有英镑日元对15分钟时间框架，这是 A 浪，然后是 B 浪，还有 C 浪。一旦我们确定了 ABC 模式，那么我们应该看看这个 ABC 模式是否有效。为此，我们从 A 浪的最低点到当前价格画一条线。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看涨 ABC 模式仅在 C 浪将流动性扫过最低点以下时才有效，仅与只有1根蜡烛或影线和第2根蜡烛或影线的 A 浪波不应收盘或形成低于第1根蜡烛的主体或影线。因此，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价格通过该蜡烛的影线以及第2根看涨蜡烛席卷了流动性，形成于第1根蜡烛上方收盘线上方。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 ABC 形态是有效的。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记住，一旦第1根蜡烛收盘，我们应该放大到1分钟时间框架，并等待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出现。但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在15分钟时间框架内创建的第2根蜡烛的主体或影线是否未关闭或形成低于第1根蜡烛的主体或影线。如果第2根蜡烛的主体或影线收盘价或形态低于第1根蜡烛，我们将没有交易，因为这设置无效。所以，我们已经在这里确定了有效的 ABC 模式。在下一步，我们将放大到1分钟的时间范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已经找到了 A 波、B 波和 C 波。让我们进入当前的价格区域。接下来，我们应该等待市场结构的转变或市场惯性改变出现。如果你往上看，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个结构。
它是在价格下跌时创建的，以扫除流动性。因此，我们已经确定了有效的市场结构转变或市场惯性改变。在下一步中，我们应该寻找当前价格附近的最低公平价值缺口。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这里有2个公平价值缺口，所以我们选择第一个 FVG。我们在公平价值缺口的最高区域设置入场订单，并且我们将止损设置在公平价值缺口的第一根蜡烛下方，或者更安全，将止损设置在波浪的最低点。止盈设置我们应该放大到15分钟时间框架，并将我们的止盈幅度置于 B 浪的最高点。现在我们已经下了订单，应该等待价格启用我们的买入订单。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很快就被启动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以看到价格下跌并几乎触及我们的止损，最后我们的止盈点到达，并且这交易的回报与风险比几乎为1:3。让我们看另一个交易事例，这里我们有澳元美元15分钟图表上的时间框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A 浪和 B 浪，然后 C 浪。所以接下来我们从 A 点最高点画一条线，我们希望看到价格突破上行趋势线的 A 浪上方的流动性，线上有一根蜡烛或一根影线，然后我们希望看到价格跌破该线。正如您所看到的，价格通过该蜡烛席卷了流动性。然后第2根蜡烛收盘于该线下方。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有效的 ABC 模式。在下一步中，我们将放大1分钟的时间范围，等待市场结构转变出现。正如您所看到的，这里出现的结构转变，价格突破并收于下方。因此，我们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由于价格导致市场结构转变，我们现在正在寻找最高的公平价值缺口来放置我们的卖单。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最高的公平价值缺口，所以我们在这显示它。接下来，我将把我的卖单设置在最低点公平价值缺口，将止损设置在公平价值缺口第1根蜡烛之上几个点。我将把止盈幅度设置在 B 浪的最低点。现在我们已经执行了卖出订单，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因为您可以看到价格上涨并启动了我们的卖出订单，但有一点是您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如果价格在没有触发您的买入或卖出订单的情况下达到了 B 浪的最高点或最低点，我的意思是在看跌和看涨情况下，那么您应该取消您的买入或卖出订单，因为我们的交易设置变得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看到价格迅速下跌并最终触及我们的止盈，此交易的风险和回报为1:6。在您的真实账户中使用任何交易策略之前，您应该回测这些策略。我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喜欢该视频并希望我们每周继续制作更多视频，请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通知铃声，和让我们知道您的意见，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讨论哪些主题。我们将尽力为您制作更多视频。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集再见。